能独自力战南柯双翼，也是年轻一代修行者中的佼佼者了。也许是哪个门派受宠的核心弟子吧。可惜我也自身难保，要怎么带你出去呢？梦中与你共同走过漫草荒径，有从未见过的绝美风景，仿佛是我握不住的晨曦，照亮了天地。为何要在目光相识那刻，不经意怦然动心？笑着红尘茫茫，多少欢只一笑，竟要柔肠百转，难舍难放。总是风云浩荡，一相见难相忘，却怕就此错过，来不及抵偿。竟能以如此稀薄的真元数量，通过修行进入通幽，应该是个极为勤勉之人。只是你运气太差了，我现在身受重伤，无法施展圣光术为你医治。我去四下看看，马上就回。希望没有魔族在附近。密星盘竟然也失效了。我可找到你了，他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？果然是个冷酷虚伪的女人。有人在的时候，他就救你；现在没人看见了，他就把你丢下。陈长生，你这个白痴！哼，人类女子果然爱算计，谁会为你冒险啊？也只有我。记住，你又欠我一条命。我推演不出我们的方位，找不到人类修行者聚集的地方，只能去碰碰运气。这家伙天天吃的什么？看着不胖，怎么这么沉？是有。飞迪，请教前辈尊姓大名？魔族已入周原，我们被魔族偷袭所伤。魔族，难怪会生出这么多的古怪。这个人是你的同伴吗？我不认识他，只是看他被魔族攻击，恰好救下。人类修行者正聚集在3处园林里，麻烦前辈去通知一下别的同道，过来接应我们。一道同行便是，我送你们过去，怎能让你们留在此间冒险？潜入周原的魔族高手实力很强，前辈要照顾我们2人，只怕……哎，如果在周原外，说不定要小心些。这在周原里，
我倒想会会你说的那些魔族强者。请问前辈您是？我姓白名海，于洛阳宗修行200余年，极少出宗游历，想来你也不知道。原来是洛阳宗的前辈，晚辈秀林族后人，没有宗派。走吧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不如将这位同道给我。多谢前辈，我伤不重，还可以撑住，所以不用。哼，您没有任何疏漏，完美至极。您也一样。先前隔着100余丈的距离，您完全可以挽弓射我，为何没有？其实您早就看出了我的意图，为什么呢？我自认演得很不错，感觉。可是饶是如此，您也不退走。哦，是为了一个受重伤的修行者？难道这是您的小情人吗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现在还不走，这就是来源于对自己血脉天赋的自负吧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别走了。我洛阳宗在幽火山谷，那里除了炽热恐怖的地火，最多的便是瘴。瘴气与地火相生相克，我倒要看看您的这柄长弓能不能顶得住它。你为何要这样做？进入周原的所有人都是为了利益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你大概是忘了这其中的风险，不怕圣女峰和朝廷的报复吗？这里是周原，外面的人永远不会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，何况又有魔族，他们杀您理所当然，谁又能想到我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一直都知道我是谁。是的，昨夜我在沐浴下面看到了您展开的火翼，天女大人。你修行已逾200年，难道还无法控制自己的贪欲，以至于疯狂？如果是在周原之外，我大概早已跪在您面前。可是，这是在周原里，而且您已经被那位魔族公主重伤，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？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神器，还是别的？我要您的血！你生而拥有的血脉天赋，却是我如何努力也无法追上的。15岁你就修到了通幽上境，而我却用了100多年。好在我绝望的时候，看到了你展开火翼，从沐浴峰顶飞起。血脉天赋，待我稍后把你的血吸干净，那你的血脉天赋就会是我的，我就要改变这种不公。我无法理解你的心情。你说什么？修行破境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像吃饭喝水一样。我从出生开始，就注定将来会进入神圣领域。住口！正面对抗，此刻的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或许只有……这便是凤火吗？想若是在你全盛之时，老夫定是敌不过。但是现在你真元枯竭，还带着一个半死不活的拖油瓶，你太小看老夫了！
只要你还没死，我都尽可能要让你活着。你败了。哼！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居然能够有与你近在咫尺的一天。这真是我的荣幸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活着，看着自己的血被我洗干净。啊！天凤真血是你想要就能要的吗？真血是天凤真血。看来终究还是失算了。就算这老贼最终会毒发身亡，我身体里的血也会被他稀释干净。对不起，我没能阻止这结局的到来。碍事的家伙，小心！那是哲秀和七间，他们已经深入草原，我看再无生还的可能。少男少女被一众妖兽撕碎，死相也是凄惨。有骊山内鬼相助，破七率不同凡响。其实，我倒并不担心他们俩，而是您是说徐有容吗？还有陈长生。这两盏命灯移动得非常缓慢，想来已无力再逃。我担心，如果徐有容和陈长生在逃亡的过程中和这些人类修行者会合，那该怎么办？这些人类修行者一直都隐匿在周围的山野里。人类修行者对于功法极其贪婪。如果徐有容和陈长生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别的人类高手，只怕会死得更早些。何况徐有容还中了我孔雀翎的毒。冰霜虚境，居然是雪山宗隐门的弟子。你以为靠玄霜真气就能挡住我？雪山宗，没想到我神功将成之前，还要多杀一人。血里有毒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？是你救了我。我隐约听到你是南方秀灵族人。你不用谢。那，请问你是？原来他不认识我。相传秀灵族人是海上精灵的后代，都很貌美。他果然……都说那只凤凰美，未必如这位姑娘吧？谢谢你救了我的命。我们两不相欠，你也救了我的。我去洞口看看情况。你还能走吗？可以。很好，那你带着我走，不准丢下我。刚刚你没有丢下我，我自然也不会。我流了很多血，很虚弱，还有刚才那些，我觉得很恶心，所以我可能要。
做个好梦，忘记之前可怕的事。是你，黑龙前辈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许早已丧命了。也谢谢你，虽然我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如果没有你，我大概也……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你带出周原的。但是，要怎么带呢？现在还胡思乱想什么呀？对不住了，姑娘。陈长生已经醒来，不出所料的话，他正背着徐有容逃亡。难以置信，他们居然还有战斗力。但他伤势没有痊愈，脚步显然不是很快。你就是陈长生。你就是南客。主人，无需和他多费口舌，我们去拿下他。哼，闭嘴！不要把他逼进草原。你把他放下来，我饶你不死。我做不到。一股酸臭味儿，这种时候演什么伉俪情深？你想说什么？小姑娘，你有病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快把我放下，他们在吸你的血。我们前面有一条。大蛇胆七寸，告诉我方向。在我们西南方向2丈远，20尺高处。你跑得好快！这片草原里有妖兽，各种各样的比树还高的蛇，长角的怪狼，会吃人的怪牛，名字我都记不得了。小时候爹就跟我说过。我不明白三师兄这样做是为了什么。虽然我不知道梁笑笑为什么要杀你，但比起理由，我更看重结果。他要杀你，他就是你的敌人。据说，从来没有人能活着走出这片草原，是我拖累了你。记得出去之后加钱。好。其实我也是狼，虽然没长脚，你不怕吗？你是乖乖了。如果陈长生在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他的医术才叫高明，就算不能解掉我中的毒，也能治好你的伤。药起效了，安心睡一会儿吧。
不要！别动，我帮你换药，很快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！你们全家都有病！国教学院里的所有人都有病！明明是你刚才要问我，又何必如此动怒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的血脉有问题，如果不尽快治疗，将来你体内的神魂第2次苏醒之后，可能会出现反噬的现象。就算能够保住性命，也可能会变成一个痴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天赋血脉导致的问题，我很有经验。如果你肯让我医治，也许我能找到办法。这个陈长生之所以成为白洛恒的老师，得到白帝的默认，就是因为他解决了白洛恒的经脉问题，让他成功地掌握了人类道法。那个哲秀也因此赴京都找他求医。如果我真的有些不适，你替我治好，我让你离开。我要带他一起走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等我带着他一起离开周原之后，我一定替你诊治。凭什么相信你？我自然会遵守承诺。你继承了孔雀的神魂和血脉，自身的天赋悟性又极强，他的神魂便在你的身体里苏醒，并不断成长，远远超过了你身体的成熟程度，二者之间无法同步同调，渐生冲突。那又怎么样？神魂居于识海，但你体内的大明王之魂是第2魂，所以居住在这里。在医书上，这里叫做松果。孔雀的神魂苏醒，不断成熟，所以导致你的松果越来越大，而你身体的成长却跟不上。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，你的眉眼要比正常人，或者说要比魔族更宽一些。简单说，你是斗鸡眼。那个，当然没我说的那么夸张，你只是眉眼宽一些，眼瞳受到神魂的影响，本能力向中间集中，所以看着有些呆呆的。但你的智力肯定没有任何问题。明明个子不高，怎么比想象中要重啊？我要进去。万万不可！为何不可？从周原开启至今，从来没有谁能够走出这片草原。那是别人，不是我。这片草原不曾对任何一个高手网开一面。论起对周原的了解，整个大陆没有谁能够超过我的老师。只要有老师相助，我定能斩杀他，离开草原。军师能够掌握周原正门以外的入口，确实神秘莫测。只不过，徐有容等已经全部被赶进了草原，他们不可能再活着出来。不要忘记，徐有容和陈长生在一起，他们一个是天凤转世，
另一个只用1年时间，便从不会修行达到通幽上境。所有人类都把他们的存在视为奇迹。那么谁知道，如果他们携起手来，会不会真的创造什么奇迹？所以我要进去，就算他们真能创造出所谓奇迹，我也会将他亲手抹杀。尤其是陈长生，他必须死。你怎么能不经人同意就把人衣服给脱了呢？不要哭了，不然惹来那些妖兽，又是麻烦。你知道，我刚刚其实什么都看不到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虽然你看不到，但人家全身都被你摸光了，难道你还想不承认，还想不负责任？是我说错话了，只是你再这么哭下去，牵动伤口了怎么办？你是骊山掌门的关门弟子，境界这么高，年纪小小就已经通幽中境，剑法这么强，观天书直达第3座碑，怎么看都很了不起。可是偏偏就这么喜欢哭呢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这位姑娘的经脉竟是空荡荡的，几乎没有残留任何真元。她的气血明显流失了太多，脉搏已经滑软无力。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，真的有可能就这样睡下去了。希望能帮你延续一些时间。我现在连抓水蛇的能力都没有，没想到体内这股炙寒气息，却可以做些事情。陌生的姑娘，你救下了我，我也不会丢下你。但愿你能扛过来。不好，怕是有极其恐怖强大的妖兽，我们快走。我们先走好不好？等出去了，你再骂我。你这个样子真难看。我知道，你需要靠冬眠来帮我修补伤口，
我也知道，我该跟着一起睡，睡到天荒地老。可是我不能放下这位姑娘。好像有点温度了，不知道哲秀他们怎么样了。就要入夜了，该快点找到逃出去的办法。这片草原其实暗藏杀机，到底该怎么做呢？等一下，那日和哲秀从崖顶跳进寒潭，却是从湖面里游出来。之后，我为了避开南柯双翼的追杀，向湖底缠去，最后却是跳进了夜空里。位置是相对的，也是相反的。周原这个世界难道不是一个平面，而是两个相对的位面组合在一起？而我是因为追寻着剑意，才能在两个世界的通道里穿梭。这道剑意是在找你吗？还是说，你就是用来寻找这道剑意的？往哪个方向走？西南方向好像有一大片草甸，地势高些。那声音是从东面传来的，我们必须快些。你是不是很吃惊？是。你有什么想法？那你觉得我是男子好还是女子好？啊？女子好。女子在一起本来就是好字。我们已经到了草甸，绕开兽巢，但愿安全了。你醒了。你醒了？那就换班吧。你睡了这么长时间，该我睡会儿了。我们还有走出这片草原的可能吗？南柯在我身体里种下了剧毒，现在真元消耗过去倒不可怕，要紧的是我的血快要流尽了。想来他是想用这蛇血救我。你果真不是一个会抛弃同伴的人。脉搏迟缓，当稳定，并无性命之虞。应是体内那道至纯至阴的寒意加持。
大陆果然藏龙卧虎，雪山宗不复当年盛景，但依然不可小觑。南柯。我周伤未愈，草原也分辨不清方向，此时飞走万般艰难，何况还要带上他。树已尽，我明明可以一个人走，可偏偏为何舍不下你呢？除了蛟蛇和妖鹫，这片日不落草原里肯定还有更强大的妖兽，但我等不到那个时候，就是现在。凤凰万羽！你醒了？是我醒了。那就交班吧。
情盖如故，也许便是这般感觉吧。真好。这场战斗里，他到底拉了多少次弓，射了多少次箭？他是怎么撑下来的？他昨夜没有战斗，伤势反而变得更重了。他是……你对这片草原有什么了解？没有人了解这片草原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让我来决定方向，可以吗？你知道该去哪里？我有一个大概的方向。是南克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的脸白得像雪一样，我如何能不介意？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脸白得像草上的霜。谢谢。那么，不好意思了。我们究竟要去哪里？去剑池。如果周原里真有剑池，却一直没有被人找到，那么很明显，剑池最有可能在这片没人能走出来的草原里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我不明白，你是如何能确定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很愿意相信你。抓紧我。太奇怪了，已经走出了数十里，妖兽却始终没有对我们发起攻击。难道他们是在忌惮什么？不知道这条百草铺成的道路通往何处，是否隐藏着危险？我想，如果那个人真的死了的话，这条路有可能通往他的墓地。道元父的往生经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百草为路，直上星海。”这道剑意就在这条百草路的远方。如果剑意标明的是剑池的位置，那就非常符合逻辑。沉睡在剑池里的千万把剑，是那个人的战利品，也是最好的祭品。周原里没有星海，剑池便是星海。看来，要走到这条百草路的尽头，才能知道那是死亡，还是别的什么。雨势太猛，只凭一把伞无法遮蔽。我也想快点找个能躲雨的地方。有着荒原蔓草的世界，到哪里去找避雨的地方？这是一座寺庙。百草为路，直通星海，千里一寺。
不是所有的墓都能称为陵。千年以来，除了大周王朝的前后3任皇帝，只有一个人敢把自己的坟墓称为陵，以此为规制修建。如此说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出寺庙了。以前定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类修行者或者魔族强者，像我们一样，找到了这条百草路，看到了这座庙，然后继续向那座陵墓进发，最终都死了。我们可以回头吗？不能，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。经过我此前的推演，他的命途依旧灰暗。如果不继续前行，就一定会迷失在这片草原里。但继续前行，会迎来和那些前人一样的结局吗？也许我们就是和前人不一样。可以吃了。如果没有我，你或许早已平安离开周原了吧？如果离开了周原，我们还能见到吧？如果能离开的话，其实现在也挺好。也许这是我一生里最不孤单的时候了。很抱歉，直到现在才问你，请问姑娘怎么称呼？你呢？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还能这般淡然随意相对吗？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会不会像别的少年，变得言行拘谨，眼神火热？可是，我不想你知道我的婚约。雪山宗，徐生。秀灵族，陈初见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好听，声音好听，名字也好听。你现在知道我的名字了，那接下来该做些什么？来一局。喝。我的剑伤已经痊愈了。你体内的伤没有好转，别大意。这么苦，又没什么用。这里很难找到合适的草药，我勉强才能找到这些葛叶根茎。虽然药效一般，味道也不好，但总比不喝好。不喝就打屁股了。今天的汤药有些甜丝丝的。那再来一碗。不了。为何孤独使常人痛苦，却能使闭关的修行者状态一日千里？修行者闭关是主动的，灵台清明，以身合道，又怎会孤独？初见姑娘的修行学识素养之高，在我所见的同龄人中，就只有苟寒石和愚人师兄能一较高低。听姑娘一席话，胜读道藏3000。谬赞了。非也，所有的修行者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同伴，一起讨论平时无处讨论的问题。这就像是背后挠不到的某个地方，养了很多年，忽然有人替你挠了挠，如何能不舒服呢？
这家伙应该早就困得不行了，却一直在陪我说话。好吧，看在你我都伤重的份上，便容了你。好一对奸夫淫妇！黑袍大人竟拥有这座周原的法器，只是为何大人没有利用这块黑木，命令草原里的妖兽把徐有容和陈长生撕成碎片？我可以用魂木把他们杀死，但想要走进那个人的陵墓，我没有把握。他们可能知道墓地的方向、剑池的位置，我当然不能让他们死。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就快到了。小心！我歇一下。以后不要那么逞强了。你觉得我是在逞强？无所谓，逞强这个词，我从小听了无数遍，早已习惯。如果累，就再歇会儿。我不是逞强，只是有些事情放不下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我理解。有些事情确实不是想放下就能放下的。可我终究不能每件事都擅长，我只会修行。对于那些复杂至极的事物和长辈们对我殷切的希望，没有信心，而且真切地觉得自己无用与怯懦，甚至会自卑。你那么聪慧，修行天赋又那么惊人，何至于为这些事而自卑呢？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自卑过？没有。没想到你如此自恋，你觉得自己真的这般完美吗？世间根本没有完美的人，哪怕是苟寒氏嘴里那位神龙转世的大师兄，也不能算吧。但不完美，不代表就要自卑了。怎样努力都无法胜过对方，难道不会有羞耻感？为何要羞耻？那岂不是不知羞耻？你有病吧？你想死吗？如果前面还有其他寺庙的话，便能证明那座伟大而神圣的陵墓不远了。教宗大人养盆栽的水平，还不如百草园的花匠。
他就应该羞愧了。世间根本没有完美的人，做不到完美，比别人差些，就要生出羞耻感，这岂不荒唐？至于自卑，那就更不会了。该承担的责任当然要承担，但活着，还是应该为自己而活。那你修道的目标呢？我修的是顺心意，求的是长生，且记得自己最初的想法，那样去生活，才能平静安乐。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能言善道的人。我就是随便瞎说。这片草原果然极为神秘，短短10余里路程，就经历了4季变化。我明白你说的话了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我的实力足够强大，就可以带你离开，而不是现在这样。你还好吗？如果我不是这么逞强，或者就不会受伤。我大概很难离开这里了，徐生。用一整座黑曜石山来做棺木，用一片日不落草原为陵园。这座黑石棺里的主人只会是星空下第一强者周毒夫。他是一个传奇。你见到他的棺椁竟这般淡然。我们没有时间去复古追昔了。难道你不明白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？这是白帝城的魂书。魂书？任何妖兽都无法抗拒魂书的命令。没想到这件妖族的至宝，竟被周毒夫夺走了。魂书要和魂木配合，
才能发挥出全部的功能。但魂木不在这里。你在找东西？这里有什么是你一定要得到的吗？这是第9件实事了。这是什么？流火丹，火性极强，生血有神效，尤其是对你来说。原来你是在给我找药。你先休息，我去四周查看一下。剑意在这陵墓前消失了，难道意味着剑池就在这座陵墓附近？剑池不会主动消失，可能是藏起来了，被这座陵墓。你在喊我？先前醒来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，竟真的有些心慌。药力正在散开，毒素就算清不干净，也应该……你知道自己的笑容很假吗？那药没用，对吧？时间太久了，丹药完全变成了废渣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也要试一试。不要动。金针推血可以激发人类的生命力与血脉，但他的血脉已经完全枯竭了。抱歉，我这个病人太不争气。你的精血已竭，除了补血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前些天我试过用蛇血，但你的血脉有些特殊，妖兽的血对你没有意义。看来我会死了。不，你不会死，你不会死的。我的死不需要你承担任何责任。你不会死，我不想你死。你要输血给我，这没有用，我的血脉……这是什么香气？这是什么血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他的血脉已经枯竭，我需要小心谨慎才行。如果让世人发现你血的异样，你会死。不能流血，不能让自己的血被人闻到，切记。如果从千里之外的第1座出寺庙数起，这座庙应该是第9座。
这也就意味着，距离周毒夫的陵墓只有200里了。没想到，我这一生居然还有亲眼看见周灵的那一天。妖兽们似乎有些躁动。连他都疯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自己感觉一下。血脉真的不像之前那般枯竭了，我身体里流淌着你的血，为什么却像自己的血一样，没有分别？别多想，其实只是……妖兽巢，我们必须离开。妖兽巢可能受了魔族指挥，正向着陵墓来。应该是魂木。它既然可以预示妖兽，那么完全可以让妖兽带路，何必还要跟踪我们呢？南柯禁止那些妖兽攻击我们，是想通过跟踪我们找到周毒夫的陵墓。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禽鸟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鹏鸟吗？我不想死在别人的坟墓里。早知如此，先前何必做那些事，浪费了。能多活一刻都是好的，不要说一天，哪怕是一个时辰，都是好的。谢谢你的血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的血有问题。闻到我血味道的人或者别的生灵，都想把我吃掉。没有谁能抗拒这种诱惑。我没有这种想法。是我师兄说的，我相信他。你有师兄？我还有师父、朋友。你这么闷的人也有朋友？你这么清冷孤傲的姑娘都能有朋友，我为什么不能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朋友？那我算不算？算。兽巢什么时候会到周陵？应该末世左右。如此说来，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天了。是最后一个白天。师兄说过，如果努力到最后，发现还是无法改变命运，那么只好享受命运带给你的一切了。说起来，我也有位师兄。你说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但他，是我平生见过最接近完美的人，而且对我很好。所以，你喜欢他？那他喜欢你？既然是完美的，又喜欢你，为何不接受呢？师兄什么都好，可就是没有办法动心。
其实，我有件事没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有婚约在身。其实，我有件事没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有婚约在身。但我不想娶她，我会退婚。这些与我何干？奇怪，我怎么会拿陈长生和徐生比？徐生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呢？你为什么不想娶她？我的未婚妻非常出名，她很骄傲，倒不是说她趾高气扬、爱发号施令，而是她习惯了故作清高，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处理所有事情，包括对我。你的意思是，她瞧不起你？徐生天赋如此出众，学识如此广博，性情如此诚恳，他瞧不起他，那是多么愚蠢，眼光又是多么糟糕。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，他同意了这份婚约。其实我很清楚他的想法，不过是想利用我罢了。兴许是徐生后来进了雪山宗影门，开始展露才华，看着前途无量，他的未婚妻才会改变主意。这种女子，不要也罢，退婚是最好的选择。是的，尤其是现在，我更觉得退婚是对的。其实我也有婚约在身。啊？是吗？可是我不想嫁给他，而且肯定不会嫁给他。你傻笑什么？你那位未婚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很小的时候我和他就认识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时候他是个很讨人厌的小孩。小男孩都很让人讨厌的。谁在说我坏话呀？反正因为某件事，我决定不再理他。没想到，几年后他又缠了过来。这门婚事是长辈指婚，所以很难简单的退婚。既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，难道你的未婚夫就没有变得好些？没有，那家伙的性情一点都没改变，甚至变得更加恶劣。不得不承认，那家伙确实有优秀的地方，但他又有很多让人根本无法接受的缺点。他表面上看起来不理世事、善良老实，实际上心机深刻、长袖善舞。行事虚伪，确实不好。何止如此，此人还趋炎附势，也不知用什么手段，居然讨好了一位贵人。此中细节，我不便多说什么。这种男人，确实要不得。最可恨的是，他喜欢拈花惹草，而且他找的都是些不懂事的小姑娘。真是个无耻败类！寿朝越来越近了，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遇见他，很悲伤，却也很幸运。我必须告诉他我是谁。事到如今，我不想再瞒你。其实我……他要向我表白，该怎么办？我知道，那个愿意相伴度过今后岁月的人，已经出现了。你怎么了？是文书，好像感知到了外界的什么，我已经无法控制它了。
魂书是要去哪儿？留在这里并无出路，不如……肯定有别的人类修行者进来了，那道阴影说不定是魔族的阴谋。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？不要。不管是不是阴谋，都与我们无关。目前最重要的是你的伤很重，再不想办法，很快就会死。我闻到了味道，这附近应该有几株醉酸枝。那是什么？一种野草，妖兽或战马误食之后会昏迷不醒。你准备给谁吃？当然是你。魂兮归来，你听到了吗？魂兮归来，应该是某种阵法的残留气息。魂书究竟感知到了什么？与兽潮有关？我一直怀疑魂木在南柯手里，现在看来是真的。而且他带着兽潮，离这座陵墓越来越近了。魂书在里面，却能感知到外界的气息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定是气魂不二的缘故。只是，为什么魂书没有追随魂木而去，反而回到了这座石棺前？魂木可能是钥匙，这座石棺的钥匙。周独夫在死之前，都没找到有资格继承自己传承的后辈，于是他让钥匙流落到周员外，就是想请时间替他选择传人。难道说那把刀？还有一种可能，这座石棺里藏着他的秘密。周独夫究竟有没有死？这本身就是千年以来最重要的秘密。难道石棺将要开启了？还有多久？现在。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如果周独夫真的没死，那么周园里的所有人都会死，甚至整个大陆都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。我想上去看看。怎么感觉俗气得很？他极有可能还活着。这就是周园真正的秘密。如果你能活着离开周园，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发现告诉所有人，这对找出黑袍的真实身份有很大帮助，对人类抵抗魔族的战争甚至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没见到遗骸，不代表他还活着。可别忘了，他的刀也不在。刚才的要求，请务必答应。你一定要活着出去，哪怕我……不，就算把你留在这儿，我一个人也没法突破兽潮，离开周园。我不愿独活，我们应该在一起。这些不能留给他们。看，是功法秘籍。这刀法和那把刀的名字一样，两断。
2段刀诀，原来传闻是真的。文字看似浅显易懂，但讲述的道理却极深奥，真是一篇别出心裁的大好文章。接近周灵，然后让魂木与灵木间建立起联系。老师，我现在明白您的用意了。如果不是陈长生和徐有容在前方带路，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周灵。自从周原现世，无数人都试图找到周灵，却没有一人成功。他们俩不愧是人类世界的未来。军师大人深谋远虑，耗费如此多资源与心力，要在周原里杀死这些年轻的人类，果然极有道理。周督府的传承，师门遗落的世界，我要重新拿回来。没想到，这看似简单的第一道，竟已让我们消磨了无数心神。不如先全部背下来，争取时间。分头背。原来最终和最初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一刀才能两断，理应如此。这些图案和文字正在消失。好在都记住了。出去之后，我们把那些刀法抄录下来，便是完整的。我们一起练。总之，我们要尽可能活下去。如果有命运的话，给出的条件已经非常清楚。无论是2段刀诀，还是想要记住的这些美好，要2个人都活着，才有意义。愿圣光与你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看吧，你女儿的性命只悬于这一线灯火之上，她逃不了的，兄弟。你心神损耗太大，明显伤势渐重，需要好好睡一觉，才能多撑一段时间。那种草你吃过吗？我当然没吃过。那你让我吃。放心，没有毒，能帮助你护住真元。吃了那种草会睡多久？我没见人吃过，但至少可以让你再多撑10天。有可能要睡100天、1000天了。我不要吃。你们人类说话都喜欢这么浮夸吗？反正我不要吃。吃下这个是为了你好，必须听我的。除了他，还有更多的人会死在周原。要做成一件事，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如果不吃，就打屁股。不吃，就是不吃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居然连打屁股都不怕了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不要怕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背你出去。可谁来给你指路呢？那片阴影往哪儿？
我们便反其道而行。也许我要过很久很久才会醒来，谁给他指路呢？醒来的时候会不会看不到他？如果走不出这片草原，难道我就要在昏睡中死去？不要，就算去死，最好也要清醒着，这样才能确认还是和他在一起。对不起，但我必须保证你活下去。苏黎再强，终究是人，不是神，终究不是周督府。这一次，我根本没有给他活着的机会。啊！周元之诀已有变数，看来最宝贵的事物就要重见天日。你的法器再强大，也不可能一直挡着，不如收了。但可以给我们争取一些时间。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时间。有理。现在看来，你我只能凭天命了。我不相信命运可以改变所有事。小心，他们就是南柯的双翼。为人爪牙，不免可悲。你这是同情我们，真是个会疼人的孩子。这威力，徐有容竟然还活着，不过明显已经虚弱不堪，早晚得死。倒是这个陈长生，不但伤势自愈，剑意和战斗力皆有提升，真是可恶。我不想让这座神圣的陵墓被这些妖兽弄得一塌糊涂，不然你们现在就得死。剑的速度，我都没法抢攻。但只是防守的话，这浑厚的真元数量和力量，我一时也敌不过。剑变强，只能靠剑意。这道剑意一直在等待着我，我为他穿过草原来到这座陵墓，此时此刻。
需要的就是它。这道剑意竟然控制了我的短剑。我似乎可以战胜你了。这不是你的剑意，它从何而来？你应该猜到了。剑池。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剑意，究竟是哪位绝世强者，竟把剑道修行到了这个地步？这道剑意，竟让我感受到对自由的渴望与欢喜。这道剑意，好像认识我。那么，我们一起离开吧。别做梦了！以你现在的境界，根本无法领悟这种剑意，凭什么能战胜我？还奢望靠这道剑意离开周原？哪怕这道剑意我比不上，仅靠剑势和力量，我就能压倒你。用伞！收伞。看来，这真是传说中那把黄纸伞。刚才那道剑意进入了黄纸伞之后，竟有这般威力。